我刚刚还特别算一下，你看日本捐给台湾124万剂，加上美国说要捐75万剂嘛，加起来差不多199万。我觉得刚好就凑到之前这个民进党政府他们承诺的说6月份有200万剂，几乎差不多了耶。那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记得上个礼拜陈时中还在说，那个200万剂是个期望值。期望值的意思就是说，希望能够按时辰来，但是也不知道会不会来。那我们那时候本来以为就是说，要么这就是 COVAX 提供的200万剂，要不然呢也应该是我们买的 Moderna 里面的200万剂。结果现在看起来说，好像都不是说买的，或者是透过 COVAX， 是人家就是你知道吗？零头啊要给台湾的，所以我们不要说是买不到疫苗了，根本就是讲的有点心酸啦，好像是捡人家剩的，捡人家不要的，有那种感觉。所以有人甚至说，什么时候我们变成了乞丐了呢？台湾怎么会变成这样？对不对，有志？所以他就把这个总加起来这199万剂去补原来说可以在6月底给我们的200万剂，你知道吗？那200万剂如果真的他没有办法取得的话，你没看啊，现在就差不多进来200万啦，补起来刚好啊，是怎样？是用人家捐来的来掩饰他们自己的无能吗？不是，现在就是我讲的嘛，他们现在就是在掉头寸。那掉头寸的过程里面，一直在就像一个人现在缺钱，他平常没有存钱的习惯，当所有人跟他讲说你存一点钱，未来的状况不是很好，就他偏偏就不存钱。可是当他突然要付一笔房贷的时候，他就到处去掉头寸。那亲戚那边有2万，他就掉2万，可是这个月他就要缴20万的房贷跟车贷，他那边2万，那边3万，你有多少就拿多少。那有零头我也要啦，所以现在就是这样子的状况。回过头来，这个就是一个疫苗政策的问题嘛。是，那你之前没有去超前部署，那你现在要在超前部署，已经不可能了。那你只好能够有多少就吸收多少，就这样了。对啊，是啊，所以你看哈，这个蔡英文呢还特别 po 脸书啦哈，脸书上面呢还说什么关于疫苗接种的费用，全民打疫苗都免费哈，特别宣传打疫苗都免费哦。其实看到他在宣传这个之前我已经听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倒是有率先的是说，台北市打疫苗都免费，所以呢，因为柯文哲有宣布，所以要赶快出来宣传一下这件事吗？全民不是只有柯文哲领军的台北市政府啊哈，然后再来还有一看他这个里面在脸书上面还特别强调了说，希望大家要在这个疫苗因为会陆陆续续到货，你在等待的同时呢，记得一件事轮到你就去打，轮到你就去打，大家要一起团结防疫哦。脸书上面这样子写。有志，你知道大家都很想赶快轮到自己啊，轮到你就去打，我当然会啊，如果能够轮得到的话问题偏偏就是轮不到啊。难道蔡英文以为现在的疫苗是很多吗？是不是活在一个平行时空呢？他的想法我不是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我只能说他现在应该只是想要把话讲给他的支持者听，因为他知道现在台湾的状况已经对他不是那么的有利跟友善了，是啊，所以他现在所有的话都大概只能讲给他的支持者听。那他对他可能就是讲给他的817万投票给他的人听，他希望能够在2022的选举里头看能不能再占有多少的票数。对。是啊，大概他的想法大概也只能这样了啦。是，因为没有超前部署已经没救啦。对啊，以前的疫苗我之前没有办法提早像新加坡、像韩国、像日本、像中国大陆这样子。那现在你要补足多少疫苗，他就只能去掉头寸嘛。他能够掉多少，然后一进来有70万剂，他就赶快跟大家讲我已经有了疫苗。他倒是不去强调数字。所以他就能告诉大家，你有赶快轮到你就赶快去打，然后让很多人听见，你看疫苗这不是来了吗？那疫苗这不是来了吗？然后大家就会有信心。大概想法顶多就只能这样了。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不断的在大内宣，但是大内宣的重点竟然是说
你们可以免费的来施打疫苗哦，还说政府怎么编列了预算啊？我看一下，行政院多编列了224.5亿元的预算，帮全民采购疫苗，大约40亿的预算负担全民施打的费用。请问一下，这个是重点吗？你说这个40亿吗？是啊。其实编列免费施打疫苗，如果以昨天柯文哲的说法，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啦。因为柯文哲说，因为他不要让那个诊所，比如说要150块，那个诊所要50块的挂号费，那人会去哪里？人一定会去50块的。那本来我住土城，结果呢，板桥是有50块的，我土城150块，我就会特地的骑着摩托车跨区移动跑去板桥，为了省了100块。所以柯文哲认为说，要编出这些预算出来，让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在土城是100块，我在板桥是100块，所以我就不会想要移动过去打，以造成的扩大染疫风险的危机。所以这笔钱柯文哲他也在编，他认为这个钱编下来是应该要，因为如果到时候为了打疫苗，反而让疫苗让疫情更严重，那你打什么疫苗？而且你疫苗打了之后，还要有14天的潜伏跟作用期，那结果你跨区去传染给别人，跟你在旁边人打的人，他自己被你赶到了，就为了你这个跨区，结果整个板桥又惨了，整个板桥又中了，所以其实编下去这笔预算是应该要有的，只是那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争先恐后？就是蔡英文到底为什么你一定要赢过柯文哲？那其实讲白话，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是2点开，柯文哲的记者会是3点半开，柯文哲都让你1个半小时了，你为什么不在2点讲完？柯文哲就没辙啦。就柯文哲3点半讲完之后，你再紧急宣布，那你不会怪陈时中就好了。你回去骂陈时中，为什么2点你不讲？那这个凸显了蔡英文现在气非常的虚，他连这种东西他都要计较。他连这种1个半小时，谁先说疫苗不用钱，要钱都先计较，因为柯文哲本来就知道有这一笔钱，但是他又是调用台北市政府的紧急预备金，所以他根本不是你调的40亿里其中的钱，所以根本毫不相干。但是柯文哲为了要调出这一笔钱，大概2点多亿，第一季，那为了要打这些疫苗，让全台北市民能够同时免费，他的想法跟做法就是，他不要让你为了要打这个疫苗，省那个100块，省那个50块，跨区，结果让万华的跑到中正，中正跑到内湖，内湖跑到那个台北县，那是不是整个又拓开了？所以干脆大家都一样平等，你没有100，大家都是100，每个人都是100，乖乖只有在附近的诊所打。这是他的想法，想法是对的，只是蔡英文的做法40亿也是对的，只是他没有他的想法没有为了要防止，他只是为了要赢过柯文哲，这样的想法就比较。因为从民调的确就可以显示得出来嘛，大家是对谁比较不满意？当然就是蔡英文嘛，陈时中嘛。那对谁相对比较满意呢？除了柯文哲，当然还有侯友宜嘛。所以呢，不能再让这些地方首长他觉得这个芒刺在背啊，那跑在他的前面呢，所以当然一定要赶快出来做这样的一个宣示。我想其实呢，一切都还是在为政治在考量哦。